这边这个线条啊，这个线条天生女性的这个线条，我很羡慕，就是从后颈到脖子这边到她的肩膀，我一直都很羡慕。有时候大家捷运看就会不自觉一直看像变态一样，因为我就很羡慕。以一个音乐的表演者，就是一个音乐圈的工作者来说，身为一个跨性别者，你觉得对你来说是一个加分还是扣分？我说的加分扣分，也许是公众上，也许是你个人体感，比如说你在面对你生理上的各方面，当然是扣分，怎么可能是加分？跨性别永远，他只是让我独一无二，他只是让我特别，但我觉得并没有加分到哪里去，因为。有什么跨性别明星吗？想不到。对啊，超级英雄没有跨性别，动漫角色没有什么跨性别，偶像明星没有什么跨性别。对啊，它不是一个加分的事情的存在。在台湾，你要去做变性手术，你要经过很长时间的精神鉴定，然后你要取得2个医生的认可，你才可以做手术。那因为我的个性是比较循规蹈矩嘛，可以这样讲。我就是顺着这个流程走，所以而且那个时候我从小也不是一个那么女性化的人，所以我真的是花2年多的时间去改变自己的外表，把头发留长啊，定期看医生，然后开始去服用女性荷尔蒙，改变我整个自己。当生理男性去服用女性荷尔蒙的时候，你身体会带来很多的大量的副作用，全部的每一个地方都会带来改变，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改变。对，因为荷尔蒙的改变性实在太强大了。我当时就是承受了这些肉体改变的副作用，一边开心一边又有点痛苦，然后心理上面很多强大的副作用是会有那个精神疾病的状况，包含我自己也遇到长达快2年的忧郁症的状态，都是因为这荷尔蒙带来的副作用。在出柜过程其实是很孤独的，当时也分手了，然后也就是一个人，然后也不敢跟家人讲。然后你也没有认识太多跟你一样的朋友，然后你面对到就是陌生的疗程，然后未知的世界，你不知道你服用这些荷尔蒙之后你会变怎样，你也不知道你 ILT 以女生的样子实际活着能不能被人喜欢，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每天晚上就是会一直哭，不知道没有理由，就一直哭，然后睡不着这样。毕竟我是家里的长子嘛。对啊，我下面有个弟弟，我是长子，那他们也许也对我有很多的期望，希望我可以有很好的发展。像我爸最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他觉得我要比他更强，我要比他更厉害，这样，我应该要比他的怎么讲，人生过得更厉害，这样，成就工作上的成就了，对啊，但我却选择了这样子的生活的方式。改变我自己，甚至玩乐团也不是一个很正经的生活的方式，就一般社会刻板印象来讲。所以像乐团的生活、音乐的生活，再加上就自己的性别，有时候那个真的觉得对不起我家人，这样又没有赚很多钱，然后还帮他们还搞这一出这样，对啊，可能因为自己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成就，所以整个叠加在一起，就会觉得痛苦、罪恶这样。你的外形，你说头发留长，或是比较你在一个 IoT 的状态下，家人应该都有感觉吗？因为我们没有住在一起，那时候跟家里的状况没有很好，我觉得反而是出柜让我们家庭感情变好。好像有一天，就是我爸他们就开车，我就坐车上，然后那个我爸的后来的结婚的对象，我叫阿姨的人，然后就直接单刀直入。直接问我是不是想要当女生，然后我才被发现了吗？当时想说完了死定了，我说完蛋。但我觉得我这个阿姨也是我的生命中的贵人，她就像是我妈妈一样的存在，我母亲一样的存在。我觉得她跟我爸讲了很多，帮我爸做了很多的开导，这样，所以我觉得当时感受得到我爸是很勉强接受这件事情。什么样的状态让你感觉爸爸
接受了这件事？我当时演一个音乐剧叫《摇滚芭比》，然后我当时鼓起勇气邀请他们来看，啊，也因为那个摇滚芭比它的故事其实也是跟性别有关的，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在剧中表现得不错，所以当天演出结束之后，他们来找我，然后我爸给我一个很深深的拥抱，然后那一刻我大概就可以理解我爸似乎就是已经很坦然的接受了这一切，甚至也许从那一刻开始，他也以自己的女儿为荣为傲这样子。对，像我今年刚刚主持台湾同志游行，那天还下着雨，他们还特别跑来看我，就是为了看我主持这样，然后也觉得我表现得很好。然后我爸还有就是跟台上的我自拍，我觉得很好笑，你知道老人家自拍都很好笑，对，所以我也是觉得很感动这样，因为我其实很多时候我是会觉得我对不起我家人，对不起我父母，就是我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样的改变。对啊，改变了我的名字，改变了我的性别。其实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我对不起家人。我在服用女性荷尔蒙的时候的那个忧郁症最严重的那段时间，全部都是靠音乐、靠摇滚乐支持我的。每当我晚上睡前眼泪止不住，一直哭的时候，我也不能一直打电话烦我的朋友，我就是听我喜欢的音乐。摇滚乐，或是摇滚乐的这些形象对你来说，是。我觉得 Percival 百优姐给我的影响很大他有一支 MV， 他有一首歌是跟就是 David Bowie 合作的，好像是 Without You I'm Nothing 之类的吧。然后那个 MV 里面那个主唱 Brian 他就穿一件黑色洋装，然后我看那 MV 觉得这也太美了吧！原来可以用这样子的样貌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然后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我当下冲击很大，就觉得其实是可以有这样子的音乐，这样子的音乐人，这样子的样貌出现的，然后也可以这么的优秀，这么的好听。但是当时是给我一个超级巨大的冲击。我永远忘不了，应该是2012还13，我去大港开唱表演，然后我们当时舞台的上个演出者是细美武士，当他一个人拿一把木吉他来表演。我觉得超酷的事情是他在台上，当时我日文还没有很好，但是在台上你可以感受到他讲了很多很有力量、很有理念的话。台下有一个人送给他一张核电归零的贴纸，他就拿起那张贴纸，直接把它贴在他的吉他上面，一直到现在，你都还能看到他拿那把吉他表演，那张核电归零的贴纸还贴在那把吉他上面。我当下真的觉得，哇，原来可以这个样子，原来有人会这样。对，我当时真的大傻眼哎，那是给我一个成为我的 role model， 他是一个我可以成为的样子。可以有人是，可以有这样子的摇滚音乐人存在，我觉得真的超帅，超帅！我真的词汇没办法用更多词汇来形容，我当下真的觉得帅爆了。对，所以一直有这样子的人存在，包含像我很喜欢 Foo Fighters，Foo Fighters 也曾经为了呛反同的人，然后特别在反同的聚会上，他们租了一台舞台车。然后就在舞台车上面表演，然后就一直绕着那个反同的人的身边，一直唱歌。我就觉得好帅哦！为什么我在台湾看不到这些事情？对，那当时这些事情真的都是给我很多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想象，也就因此我会经常的问自己说：那我可以做到什么？当时我真的就是受到这些的启发，觉得我能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去做，我要利用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在舞台上面或说自己的想法，上了电视节目，把握机会就讲出我想讲，我觉得都是受到这些人的启发。也许我没有很优秀，没有很好，可是当大家去想到这个人的时候，永远会想到我。对，
就是如果今天大家想到跨性别，大家都会想到我。正因为这个特别，正因为它的独一无二，所以它是我一个很好的武器。武器去对抗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武器，让我去存在于在这个乐团音乐的世界中。对，我是如此特别的存在。很多跨性别者都是选择低调过生活，平凡的活在世界上，不要获得任何的打扰。我可以不要这么高调，但为什么我这么做？其实就是因为有很多跟我一样的人，他们在寻找一个支持他们的力量。我其实对华语流行音乐一直都没有那么有爱，我对这些中文流行歌都不是那么熟。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没有从这些作品中得到支持自己的力量。这些歌所讲的不是我的故事，这些歌所讲的不是我需要的，那些小情小爱或者是他们说的东西都不是我要的。所以既然有人可以从我们现在身上得到力量，我就会觉得那我就应该要做更多，让他们知道的是说，这世界上还是有音乐、有作品、有人、有艺人、音乐人，他们是理解你的、懂你的。对，所以我会想要做的更好，所以我不选择低调，我选择高调，原因就在这里。你的 talking 都是什么样子的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形象？什么样子的感受？我就会以我自己为原点，然后好好的去以我做一个示范。我能做到什么，台下的你们也能做到什么。因为我是什么，所以台下的你们也可以因为我得到能量。对，那就像我自己常常告诉我自己的，就是只要我在舞台上面好好的展现我自己，表现得很好，那台下的人一定可以受到启发，就是连这样一个跨性别者都可以这么发光发热，被这么多人喜欢，那台下人一定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就是一个非常 normal 的一个人，对，超级 normal 的一个人，但我很努力做出我自己的风格，我自己的样子。所以也许是因为这样，我才可以感动到很多人吧。所以我还是 talking 的时候，还是以我自己为出发点，它是我的原点，我就是我的原点，我的故事就是我的原点，我的人生是我的带给别人最大的启发。对，所以我会好好的把我自己说出来。所以这也包含你这么用力的过生活，也是这个。对，我觉得也是，就是努力在证明自己吧。对，我毕竟这个社会组成不是只有精英分子啊，这社会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人坐在一起。我一辈子成为不了第一名也没有关系，因为第一名只有一个，但是中间的人很多，我可以成为中间人的一个很好的典范，我也觉得够了，这样人生就很够了。这样，应该是这样吧。对啊，好难。这个正面的样子，你觉得是在疗愈台下的人，还是疗愈你自己？我觉得都是也不是，是不是有个词叫什么双向奔赴嘛？他们都说我接住了他们，他们说我治愈了他们的心，他们说我给他们力量。但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也会从他们身上得到很多很多的力量。我看他们能够因为我们更有勇气生活，然后你从他们的社群中看到他们过得越来越好的时候，自己也会觉得很棒，还会去砥砺到自己，说自己也可以让自己更好。这样，因为他们眼中的我是这么的好，这么的棒，那我也会努力去成为他们心中所想象的那个样子。